这里是9米，本次呢是一期特殊的访谈类节目，目标呢是一位女生，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她的，因为当时我看到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比较激烈的文章，在探讨她在英国私校就读的这3个月的不太好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我非常幸运的与她联系上了，她也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当然了，因为作为未成年的女生，我肯定要保护她相关的信息，因此在下面的采访内容呢，肯定是经过匿名化的处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位同学呢，本身呢，他在英国私校就读的是10年级，也就是 GCSE 的第1年，如果换算到国内，就差不多是初3这个年龄段。他为什么就只读了这3个月，就毅然选择返回国内呢？咱们来揭开相关的细节。小易，咱们先从最开始的选校聊起。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选择了这一所英国私校呢？是熟人中介介绍的，中介当时说这是我当时插班能选到的最好的过渡期学校。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在可选择的插班院校里，它算是不错的，但中介只能把控申请的门槛。至于学校内部的真实校风、中国学生圈子的情况，他们完全把控不了，也没有提前和我说过。在刚刚入校的这个阶段，这所学校呢，是否有给你提供融入相关的支持呢？有安排 buddy， 也就是小伙伴带我熟悉环境，但是给我安排的小伙伴，同时就是后来和我发生核心矛盾的室友。他其实就只带我去了1次教室，就这么一件小事儿，后来就一直拿这个说我不懂感恩是白眼狼，但我平时吃的喝的都有分给他。他房间卫生的问题我也一直忍着，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要那么说我。在你进入宿舍的第一时间，你观察到了什么，以及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点，尤其是细节，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更多的是是同宿舍女生的眼神，和他们交流时那种微妙的疏离感，就是那种很微妙的能感觉到自己不属于这里的氛围。毕竟感受是很主观的东西，从第1天我就有点不舒服了。在入校以后呢，除了这一次小伙伴的相关的安排，有没有其他让你觉得和预期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学校里中国学生的比例已经到了15%到20%，还在持续扩招，但学校根本没有配套的管理能力。60万1年的学费和英国顶尖私校都没什么区别，但连最基本的生源筛选都做不好，最后出了问题也只会和稀泥，根本不会管国际学生的死活。你在之前的社交媒体的分享中有提到，和同宿舍的女生发生了比较大的矛盾，这件事的爆发点呢，是跟一次化妆有相关的关系。当时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其实这件事不是单独一次化妆的问题，而是我在这个宿舍环境里一直都处在比较微妙、被边缘的状态，这次只是彻底爆出来了。我们宿舍里同年级的中国女生只有3个，另外2个在9年级就已经在学校了，形成了固定的小圈子。我本身不是喜欢讨好别人的性格，就一直被单出来的。爆发的那天，宿舍里2个女生突然说要给我化妆，我之前也认真给他们画过，只是效果一般，但这次他们用我的化妆品故意往难看的方向画，还抢镜子不让我看，全程就是起哄整人的感觉。我正常说了一句不好看，他们就阴阳怪气的怼我说，你要不看看上次你给我们画的。我觉得这是2回事儿，我是能力问题，他们是态度问题，但他们不承认自己过分，还把责任推回我身上。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呢，整体的情况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当时马上就要走了，也不想闹大，就只是去问生活老师这种情况要不要处理，怎么处理合适。结果在他们眼里我就成了告状，然后那个高年级的女生也加入进来，说我这种人到社会上会吃亏，说我不该找老师，把重点全变成了你不该说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做的不对，甚至他们还开始录像，几个人站在一起对我一个人施压，那种被针对被排挤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在这次化妆事件之前呢，有没有出现让你觉得相处不太舒服的点或者信号呢？有，之前有一次我很正常的问我室友说，你上次不是说要减肥吗？现在怎么样了？我本来就是随口问一句，结果他一下子就很应激，直接说我这样是不尊重他。那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莫名其妙了，正常人最多就是说不想聊这个，但他直接上升到了不尊重，说明他对我本来就已经有点情绪了，或者至少他很容易把我说的话往恶意的方向理解。除了相处上的矛盾，宿舍里还有其他让你觉得难以接受的情况吗？还有室友的卫生问题，他的房间乱得离谱。刚开学时地板上还有摊开的行李箱，哪怕是我强调多次后，他整理出来的结果依旧还是很乱。桌子上还有腐烂的水果就那样摊着，甚至共用的卫生间马桶上全是污渍，他都不愿意清理，每次都说自己错了，但根本不改。我多次委婉提醒他，甚至用学校房间整理得好，会发蛋糕这条规则来劝他，他反而反问我，你就这么想吃吗？高年级的那个女生还帮他说话，
说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要求他。我交了这么昂贵的学费，本来以为能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你觉得他们针对你形成小圈子排挤你的原因可能会是哪些呢？他们为什么针对我，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嫉妒心理很强。我去这个学校的时候，是我爸爸和妈妈一起送我过来的，他们很多人都是被爹妈直接丢在这儿，没有家长一起送，就因为这个也会产生嫉妒，还有消费观上的差异。他们会说沙县小吃加3块钱的小料都很贵，我没有接触过这些，他们就会有点鄙视我，靠这种方式孤立我。而且这群人基本上都不学习，就是国内成绩不好，被送过来的和我的成长环境认知都不一样。在你看来，同宿舍的女生相处矛盾和在课堂上遇到类似的情况，哪一个对你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绝对是同宿舍的女生，因为我们24小时住在一起，他们的针对是无孔不入的，躲都躲不掉。课堂上的情况也就上课的时候能碰到，下课就见不到了，影响是短暂的，能避开的。除了宿舍里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在课堂就读的过程中呢，是否有一些不太好的体验？是否可以进行相关的分享？课堂上有几位英国本地男生会有一些针对我的举动，最开始是一直踢我的椅子，我生气的踢了回去。当时太紧张，毕竟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没及时说出 chair 这个单词，他们就一直拿这点羞辱我，叫我哑巴，用残疾人来羞辱我。后来还会用翻译器把早上好的英文外放，制造吵闹的声音或者发出奇怪的声音吓我，看我的反应。他们做这些举动的时候呢，老师是在现场吗？当时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老师有做过什么相应的干预吗？老师在现场看到他们踢椅子后，也只是叫停他们，说他们太淘气了，仅此而已。老师口头警告他们不许踢椅子之后，他们就换了一种方式，用我听不懂的别的语言来叫我，羞辱我。老师因为也听不懂在说啥，就没有再干预了。我发现找老师根本没用，之后就没再去找过了。甚至我举报了一个男生之后，他也不踢我椅子了，换了别的方式骚扰我。剩下的男生又开始接着踢我的椅子。除了课堂上这些举动以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和本地学生相关的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还有就是有男生上厕所不冲水，明知道我也要进去上厕所还是不冲水，这些事儿叠加在一起，真的让我特别崩溃。很多人呢都非常关注英国私校的这个教牧关怀或者说人文关怀以及相关的体系嘛。当你真的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学校的这个舍监宿管他是否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支持呢？他什么支持都没提供。我离校的时候，因为我只有80几斤，拿不动2个10几斤重的行李箱，还有背包带子，楼梯很高，我就去找舍监，问他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行李。他直接和我说 I am a housemaster, not a supporter. I can't help you because I'm really busy. Now I have email and you can just go and find the other girls in our house to help you. 他明知道我和那些女生的关系闹成那样，还让我去找他们帮忙。他马上就要离职了，下个星期就要走了，和家人要去别的地方，根本无心管这些事儿。他只想平稳的混到离职，他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耐烦。除了我明确说要退学的时候，他才问过1次我的感受，除此之外完全没有过问过，也没有给过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换房间、换座位，或者安排心理辅导老师介入。你之前提到了有生病发烧的这个经历，当时英国私校的校医他是否有相关的处理？他具体操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可以来分享一下相关的细节吗？我平时的基础体温只有36.1度，那次发烧到了37.3到37.4度，还有咳嗽、头晕、嗓子哑、没力气这些症状。我去找校医，校医只测了额头体温，说没到38度，只给我开了点治头晕的药就让我走了。我跟他们说额头测温不准，刚从室外进来会有误差，他们也只是让我在室内待一会儿再测，没有做其他的检查和处理。客观的说，校医其实是负责的，但是在英国没到38摄氏度就是不算发烧，这是他们的通用标准，所以也只能给我开点缓解症状的药就让我走了。之后呢，学校要求你参加篮球比赛和军训，现场的老师包括教官等，在你说明身体的情况以后呢，给出具体的反馈是什么呢？我跟教官说了我发烧不舒服的情况，他让我休息了一下，但是篮球老师本来是完全不愿意的，坚持要求我参加的。后来在我妈妈从国内发来邮件强烈沟通下，情况才有了一点变化。这个不到38度不算发烧，必须参加活动的规则是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执行吗？规则上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事实上的区别在于，英国本地学生如果感到不舒服，家长可以随时开车接他们回家休息，但作为国际寄宿生，我没有这个选项，只能待在学校里。除了病假还有体育活动的规则，学校还有其他让你觉得在执行上有差异的规则吗？还有就是手机管理，
学校要求每天只能用30分钟手机，这个规则我本来能接受，但是当我发烧生病了，想联系我爸妈的时候，学校都不给我放宽使用时间，甚至告诉我，就算我的爸妈监护人发邮件给学校也没用。还有戴耳环、戴首饰这些小事儿，本地同学戴着，老师根本不管。对，我们国际生就会管得更严。在你看来，这个英国私校，至少在你就读这所英国私校寄宿管理和你在之前就读过的，比如说国内的国际学校，包括双语学校相比，有什么样非常大的区别或者不同点呢？英国的这所学校的管理是很死板的，国内的国际学校反而更加灵活，更加人性化。英国学校的规则就是死的，不管有没有特殊情况都不能打破，完全没有人情可言。而国内的学校，学生之间有矛盾，老师会真的去调解、去解决。至少这所英国私校的老师只会简单粗暴地指责学生，根本不会管你的死活，反而只会让矛盾更加激化。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认知，就是呢，对于成绩好、守规矩的同学，老师肯定更加倾向于保护他。当然，在英国这一段经历内，你对这个认知会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有什么变化吗？是的，这种乖孩子逻辑确实是失效了。在这种封闭的寄宿环境里，当一个文明的、守规矩的好人，反而容易变成被孤立的异类。如果说给后面要出国的学弟学妹一个建议，就是除了要学好英语外，最该补齐的能力，其实是学会在环境里保护自己。说句实在的，青春期里学会随波逐流，甚至会说点别人的坏话，其实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不然在这种全寄宿的环境里，肯定会被孤立。一定要多留点心眼儿。说难听点，那个环境里大家都带着防备心，非要当老好人，反而会变成异类。对于计划送孩子去英国读私校的家长，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值得分享的，或者实际可以参考的点，可以给告诉大家吗？第一，不要只看学校的排名、升学率，这些都是可以包装的，一定要去了解学校的真实校风、寄宿管理水平、中国学生的真实就读体验，这些才是决定孩子能不能好好读书的关键。孩子24小时都住在学校，连安全健康都保障不了，再好的升学率都是空谈。第二，不要觉得把孩子送出国就能避开国内的内卷，国外的圈子矛盾竞争一点都不少，而且更加隐蔽，更加没人能帮到你。第三，一定要给孩子留好退路，不要把所有的钱都砸在学费里，让孩子没有回头的余地。如果不是孩子自己真的想出去，真的不要硬送。现在呢，你已经安全返回到了国内，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来聊聊吗？英国的这段经历已经画上句号了。我现在正在国内的国际学校访校，准备接下来的入学以及之后的大学相关申请。这段经历也让我想明白了，学校好不好，名气大不大，国内还是国外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发展，有内驱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小易接受我的采访，完整的还原了这一段的经历以及细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吐槽与我留言，这就够了，谢谢大家。